今天周末来看福宝的游客比昨天不知要多了多少倍。只知道依依早上10点15到达的爱宝乐园，看到瑞宝和辉宝时都快1点了。但当看到瑞宝和辉宝时，依依刚才烦躁且疲惫的心瞬间就没有了。此时瑞宝正坐在小滑梯上玩耍，而辉宝此时正乖乖坐在妈妈身旁。姐妹俩一个文静，一个爱动。瑞宝在滑梯上玩耍了2天后，今天开始尝试抱着身前的小树练习爬树了。瑞宝站起身，卖力地伸着自己的大长腿向上迈去。虽然最后瑞宝没有爬上去，但成功给自己卡在了树缝里，也算有了一个突破。而辉宝看到姐姐在滑梯上玩得这么开心，自己也想要爬上去玩耍了。爱宝看瑞宝这笨兮兮的样子，来到滑梯上辅助瑞宝。爱宝守在其身后，让其大胆的尝试。爱宝是懂育儿的，孩子的每一个细节，爱宝都看在眼里。一会儿，观看时间到了，依依来到了室外。此时圣熙阿姨正在为福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，而福宝正在高高的树枝上。而乐宝看到自己的大女儿在树上后，自己也爬到了树上。这个高度，想必这父女俩应该可以相互看到彼此。福宝在树上这摇摇晃晃的样子，看得依依们提心吊胆，因为这根小树枝实在太细了。一会儿，福宝从树上下来，福宝下树又引来姨姨们的一阵欢呼，这让刚才本就为数不多观看乐宝的姨姨们全给吸引过来了。福宝从树上下来后，先是观察了一下自己的小瀑布。福宝对自己的小瀑布情有独钟。一会儿，依依在排队回来时，遇到宋爷爷正在室内园区陪瑞宝和辉宝姐妹俩玩耍。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其可爱的样子，姨姨们能分辨出眼前的是瑞宝还是辉宝吗？那必然是调皮可爱的瑞宝了。宋爷爷变身大灰狼吓唬瑞宝，瑞宝虽然被吓得连连后退，但依旧高喊自己才不害怕呢。瑞宝调整心态，再次走向爷爷。爷爷抱起瑞宝，瑞宝还害羞地捂上了眼睛。爷爷让瑞宝体验了一下起飞的感觉，然后怀抱着瑞宝去找妹妹和妈妈。瑞宝在爷爷怀里并不安分，不断地折腾。当下班时，宋爷爷趴在小亭子上假装哭泣，瑞宝凑上前用小手抚摸爷爷，安慰爷爷。没想到爷爷突然的一个抬头，给瑞宝吓了一跳。瑞宝表示爷爷真坏，不过宋爷爷的这个样子是多少姨姨们羡慕不来的。宋爷爷和瑞宝玩耍完，从地上给辉宝捡起来，怀抱着2只大熊猫，乐颠颠的回了家。依依第3次排队回来时，福宝此时正趴在小亭子上休息，趴着趴着，小眼睛就眯上了，进入了梦乡。宝看瑞宝狠吃竹子，瑞宝好惬意啊！爱宝瞬间觉得自己手上的竹子不香了，他倒要尝尝小女儿吃的竹子和自己的是不是不一样。贪吃的爱宝拿来吧你！打算抢来爷爷手上的竹子吃吃看。这天，瑞宝跨坐在木头上玩，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阵吧唧嘴的声音。瑞宝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妈妈爱宝正在小床上吃竹子，这可馋坏了瑞宝。瑞宝上班1天了，还没好好进食呢，这一饭可不能让妈妈都吃完了。爱宝眼前的竹子都堆成山了，我们小瑞宝也要为妈妈分担一部分呢。瑞宝从竹子堆中挑了一颗最顺眼的竹子，躺在一边就啃了起来。瑞宝吃竹子时，爱宝就一直看着瑞宝，感觉瑞宝手里的这根竹子越看越顺眼，而瑞宝也是越吃越香，这就让爱宝很疑惑了。这批竹子的口感明明很一般，难不成瑞宝刚好捡到了鲜嫩多汁的竹子？爱宝越想越疑惑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他把手头的竹子撇到一边，然后一步步接近瑞宝。爱宝张口仿佛是在说，快给妈妈我，你还小，这竹子你吃不明白的。说罢便拽住竹尖吃了起来，把嫩叶子全都捋了下来。瑞宝也很无奈啊，表示小爱就是个吃货，还从女儿这里抢东西吃。不过爱宝马上就发现不对劲了，这竹子压根没那么好吃。瑞宝这傻小子还年轻，还正长着身体，也没吃过好东西，所以见到啥都新鲜，见到啥都想吃进嘴里。爱宝摇了摇头，离开了小床，剩下的竹子都留给瑞宝去解决吧。只不过爱宝离开后，瑞宝这里有种像是在吃剩饭的感觉，送头又收不回去悬了。今天是3只，辉宝在树下惬意地吃着竹子，瑞宝在树上已经开始打呼噜了。通道门打开，姐妹俩就当看不见吧。早上出门，瑞宝、辉宝今天都没有依恋室内园区，姐妹俩开开心心来到室外园区，一起爬上小树。瑞宝抱着辉宝，将辉宝搂在怀里，上演着姐妹俩情深似海的画面。瑞宝表示自己简直不要太爱自己这个妹妹，怎么都稀罕不够。姐妹俩合理划分着小亮台的位置，一起趴在小亮台上晒着太阳，这画面感尽显岁月静好。姐妹俩在树上一趴就是1个小时，
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，以为瑞宝、辉宝会回室内呢，没想到瑞宝、辉宝这时并没有回去。辉宝这里四仰八叉的躺在通道门口里，为了不让爷爷给门关上，辉宝故意留一条腿在外面，给老宋头拿捏的死死的。今天不仅瑞宝、辉宝没回去，就连爱宝也没回去。今天爷爷们给室外的竹子放的有点多，爱宝迟迟没有吃完。爱宝向来只有将竹子全部吃完时才会去想别的事情。瑞宝在树上，辉宝守在通道门口，爱宝在吃着竹子。老宋头站在门口苦苦呼喊着，一直喊到爱宝吃完竹子。爱宝路过辉宝这里，爱宝的感召能力莫名的就给辉宝带走了。爱宝走到通道门口时，发现了刚才辉宝在门口留的标记，还停下来仔细闻了一下。而瑞宝这里对于回家看来又成了问题，因为瑞宝这时又睡着了。宋爷爷正在通道门口迎接瑞宝、辉宝回室内园区。宋爷爷摸了摸瑞宝的头，瑞宝还不愿意，让宋3岁把手拿开，自己的发型都乱了。瑞宝生气，转头又要回去。瑞宝坐在通道门口，既不进来也不出去，故意为难宋3岁。当瑞宝、辉宝觉得生活无聊了，总能给自己找到乐子，丰容不够时，那宋3岁就是姐妹俩把玩的对象。一会儿，瑞宝、辉宝回室内后，姐妹俩各自有各自的想法。辉宝回来后感觉肚子饿了，先是来到了竹子前，吃了几口竹子，填了填肚子。瑞宝回来后就爬上了他的独木桥，在上面给姨姨们表演起了杂技，一顿操作都是技术活，这要是开启打赏，礼物都能直接刷爆。瑞宝不断表演着花活，倒挂在树杈上，倒着看着姨姨们。辉宝这里吃饱了，走去了饮水盆前喝水。辉宝这一举一动已然有了一副大孩子模样，隐约中透露出来爱宝的身影，喝水姿势也很标准。辉宝喝完水，爬上了小树，开始辉宝想走独木桥的，停留下来想了想，然后又爬上了另外的一棵小树。看似辉宝有点迷迷糊糊的，但实则辉宝有自己的节奏，因为从这里爬不会被姐姐挡着。但辉宝忽略了瑞宝这点，瑞宝眼看辉宝快爬上来了，走到了辉宝这端趴了下来，堵住了辉宝上树，然后趴着静静的看着辉宝怎么上来。辉宝的机智在瑞宝面前还是如此的不堪一击。珠宝园区的通道门口正缓缓打开，不过今天先走出来的是爱宝。今天是爱宝生2胎之后的第一次正式营业。除此之外，与之不同的是，今天还是瑞宝和辉宝的第一次营业。不过爱宝离开门口好久了，瑞宝和辉宝都没有走出来，应该是有点害怕了。而江爷爷则开始在后面进行帮忙，直接将俩姐妹抱了出来，然后堵住通道门口，防止姐妹俩再偷偷跑回去。姐妹俩胆小的抱着爷爷大腿不想松开，而爷爷离开时，姐妹俩始终都没敢走远，只是在通道门口处玩耍，啃啃石墙，感觉味道不好，然后又听听门里有没有声音，像是要回家。爷爷见状，只好将姐妹抱到中间，让其今天在园区放开了玩耍。之后姐妹俩开始慢慢适应，闻闻泥土的气息，爬爬爷爷的独木桥，仔细观察着园区的角角落落。而爱宝这里则开始了自己的度假时间，坐在小木床上享受着美味的竹子，因为爱宝知道奶爸会帮自己看好瑞宝和辉宝的。不过爱宝也没有一直偷懒哦，当爱宝吃饱后，也有在陪瑞宝和辉宝玩耍。不过此时瑞宝的体型和爱宝比起来确实悬殊，瑞宝的整个身子还没有爱宝的大腿粗。瑞宝用尽全力的想要爬上去，但无奈腿实在是太短，根本上不去。不过最后收熊的工作，爱宝还是交给了奶爸，自己先下班回家了。